Hello，朋友们，你们好。今天我要去图书馆借书，我也好久没有去图书馆了。最近我在我们这边的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到了，他们更新了一批中国古典文学的书。因为我喜欢的类型就是中国古典文学，还有就是一些人物传记，还有就是关于中国历史方面的书。所以我今天准备去看一下。有没有我感兴趣的？虽然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电子方面的书，就是在手机和平板上面去看这些书，但我还是喜欢看纸质书。因为纸质书看起来的话，我印象会更深刻。这里就是图书馆，是我们这个街道的图书馆。虽然这个图书馆很小，看起来很小，但是里面的书种类很多，然后它更新的速度很快。它几乎每一个月都会更新一次书目，所以让我们去看看吧。这里是一楼，一楼都是儿童类的一些绘本，还有一些杂志。这里都是儿童区域的。我要去2楼或者3楼看一下。因为这图书馆，所以我的声音、我的音量要稍微降低一点，以免打扰到别人。这里主要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书目，这也是馆藏推荐的一些书目。比如这里是中国历史上的100种身份与职业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主要里面的有哪一些内容：皇后、贵妃、太子、大臣、诰命夫人、师爷、农民、票号、掌柜。这里主要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职业和身份。1楼这里有一个自助借还书机，可以借书，可以通过身份证借，可以通过读者证，还有一个微信、支付宝，它也可以借。然后这里是还书，还书的话，你把书放到这个上面，它就会自动来检测。现在我要到2楼去看一下，2楼才有我需要借的书。这里是图书馆的服务台，当我们有疑问或者借书还书，我们可以问这里的工作人员。这里是服务台，这里可以根据一些书名来检索。可以根据图书、期刊、电子书和音像资料来检索。这里是检索你所需要的书。这里是移动还书箱，就是当你借了一本书之后，你忘记放在哪里了，那我要还掉之后，你可以放在这个里面，它会自动去还。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字母来索引，根据字母来索引。你要看政治和法律，还是军事、经济、文化，可以根据它的字母来索引。像这里的话，有很多的关于各个国家的文学，瑞士、捷克文学、北欧文学、瑞典文学，可以根据书目来找到你所需要的书籍。这里非常的安静，没有人在说话，安静。这里是关于青少年的一些新书，是最近才上的。这里有妖怪博士，这里是安迪历险记，这里都是一些新书。我在看书，我在看书，我在看这本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目录。这个就是目录，这本书的目录。好，我就借这一本吧。这个类型的都是一些参考书目、参考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谷歌的故事，伟大的商业游戏，中国粮食安全，像这些都是一些关于中国的农业方面的一些参考书。
还有工业方面的工业互联网。大国制造就是关于中国工业方面的一些参考书。这里的话是阅览室，阅览室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阅览室。这里都是关于深圳的书，这里就是阅览室。在我们借书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几层几层，比如说这里总共有几层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里总共有6层，6层，就是我们在借书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哪一层哪一层，你的书在哪一层。这本书不错，这本书我就借这本书，这本书是《北伐往事》，它主要写的是民国时候关于北伐的一些故事，然后是孙中山、蒋介石、陈炯明他们这一段历史。好，那我就借这本书吧。还有这本书，乾隆皇帝，乾隆皇帝，还有这一本，这本是康熙大帝，康熙皇帝。这2本书都是关于清朝时候2个皇帝，一个是乾隆皇帝，一个是康熙大帝。皇帝和大帝其实是一个意思，但是康熙比乾隆大，所以他叫大帝。其实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中间还隔了一个皇帝，中间这个皇帝就是雍正皇帝。雍正皇帝，雍正皇帝。如果按照爷爷、爸爸和儿子这种来比较的话，康熙是爷爷，然后这个雍正是爸爸，然后这个乾隆是儿子，因为他们的顺序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所以这3本书的话，我先借一本乾隆吧，因为乾隆是清朝的时候最鼎盛的时候，所以我先借乾隆。这里还有很多人物传记，来看一下。这个是丘吉尔、诺阿，还有路易14与拿破仑一起战斗，贝尔自传，拿破仑随想录。这里有莎士比亚的9种人生，傲慢与偏见，梵高的耳朵。这里有弗洛伊德传，普京传。这里还有很多书是关于中国的一些人物传记。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吧，贝尔，然后在中国被亲切的称呼为贝爷。他的《荒野求生》系列在中国非常受欢迎，我觉得他非常的勇敢。贝尔应该是非常爱他的母亲的。这本书的第1句话是献给我的母亲，谢谢你。所以这本书我也借了。我对中国很多的战争和战役非常感兴趣。我手里拿的这本书是辽沈战役。辽沈战役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有3大战役是决定性的胜利。第1场是发生在东北的辽沈战役，第2阶段是北平和天津的平津战役，第3阶段就是国共双方最大的一场战役淮海战役。所以这3本书其实也是概括了整个中国解放战争3大战役的全记录，而且这3本书的视角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。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图书馆里面的中国的山水画。山水画，这边还有一些山水画。这个角落是一条船，这个是鹅，白鹅、黑鹅。这边还有，
我最喜欢这一幅，这一幅描写了中国的乡村，然后田野的景象。它应该描写的是秋天，有点像我的老家。这边还有一些书法，这里都是一些书法和一些画。这里就是一些印章。这里是小楷，一种字体，小楷的字体，小楷。这里也是一种书法，它的这里是草书，草书。草书。这边还有一些书法，它的书法的字体不一样，它的书法的字体不一样。这里也是草书，草书，中国书法的一种，它的字体是草书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然后我还要看会儿书，我再回家。我还要看这本书，这本书非常吸引我。然后这里比较安静，非常适合看书，所以我还要再看会儿书，我再回家。好了，拜拜。